嗨，我是姚恩娜，欢迎来到我的频道。Hi everyone, I'm Yaona. Welcome to my channel. For non-Mandarin speakers, you can turn on CC for English subtitle. 今天要讲化妆水，那在这支影片里，我不会告诉你要怎么挑选化妆水，我只是衡量化妆水到底有没有必要，你自己选择你想不想用，看你相信什么，看你使用化妆水的需求是什么。要试试看不同的方法后，你就会知道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化妆水大家常说的用途有收敛、舒缓镇定、调整 pH 值、补水，让皮肤湿润之后，后续的保养品才比较好吸收，还有再次清洁。但是我不认同化妆水是拿来再次清洁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2次清洁的那部影片。最常看到化妆水的英文名称是 toner， 但是你现在也会看到他们标签上面写什么 essence 或是 lotion， 那中文翻译就像是机能型化妆水、能量露之类的，那些是含有浓度相对比较高的 active ingredients， 酵素啊或是酸类等等。那如果是那种 essence，就是能量露之类，常见的就是我们可能在讲的青春露啊、仙女水，现在专柜大品牌都找得到，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都还是日韩的品牌。我觉得这或多或少跟文化有关，很多亚洲品牌强调的是机能型化妆水，通常他们是说你用完这个之后，你可以跳过精华，然后就可以直接上保湿，或者是有一种前导精华的功能，在你脸湿湿的时候擦后续的保养品。我以前觉得擦化妆水是一个合理的步骤，而且我一定会配合化妆棉。我没有用化妆棉，我就觉得不对劲。但是我一直持续的有在用化妆水，用到最近这2-3年来，我在国外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厉害的化妆水，也有可能是因为语言的关系，虽然我可能看得懂，但是因为它不是母语，觉得那些用字遣词没有进到我的脑袋里，然后加上碰到疫情，我就觉得非常降火，整个是没有任何想要买化妆水的欲望。所以我用完当时的化妆水后，我就没有再买新的。我洗完脸就直接上精华，但是我发现其实我这样做，我不觉得我的脸有不好吸收精华的感觉，所以我之后就没什么再用化妆水了。所以我现在对化妆水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个人是站在可以省略的那一派，因为我觉得有用跟没有用，在我的脸上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我没有看到实质的不同这样子，因为它大部分就是水而已，真正有效的我觉得是在精华，而且很多化妆水会用的成分其实精华也有。当我在整理我看过的影片的时候，就发现有用跟没有用真的是两派在拉锯。如果你用得很开心的话，我也不会叫你说你一定要停止使用，但是你想要试着拿掉看看，看有什么差别。如果你发现没有什么改变，再加上可以省钱，那我觉得你可以投资在一个更好的精华上。如果你是保养新手，想要试用看化妆水的话，那你可以衡量看看到底对你有没有必要。现在我来分析一下一开始说的化妆水常见的用途有什么可以取代的方式。如果你今天期待化妆水功能只是补水保湿，那其实你后续会上的精华、乳液、乳霜或是凝霜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如果你现在在乎 pH， 其实现在很多洁颜产品就已经帮你调好 pH 了，大约就是 5.5， 有一点点酸性。如果这样的话，你洗完脸不要擦太干，让你的脸还有一点微湿，就一样可以让你的保养品更穿透。如果你现在皮肤需求是熟练，那你可以使用金缕梅，那也可以用酸类来取代，或是干脆投资在更有效的维生素 A 精华。至于你要用酒精来当收敛，或是让你油肌感觉更清爽，这个我就觉得好有感触。因为我是大概在18岁的时候开始好好的使用保养品，我当时就没有注意到成分这种东西，
我就是当时柜姐推荐我什么我就买什么，所以其实很多化妆水里面都有放酒精，而且可能还是第二、第三多的成分，那这种我觉得真的就可以不用了。我个人的经验是，长久下来，那反而让我的毛孔更粗大。如果你今天化妆水是想用来美白、镇定、抗皱、抗老，那其实可以选一个好的精华来达到更好的效果。对，精华液也是水基底没有错，但是精华里面加的精华浓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个人是可以省略化妆水，直接上精华。因为通常我洗完脸之后，我很快就会使用保养品，除非现在这个化妆水是有 treatment 的 essence， 像是含有水杨酸啊，或是美白的熊果素、传明酸，或者是加了其他成分是你后续精华里面没有的，我会洗完脸后再第一步使用，直接倒在手上，然后拍在脸上。如果你们想使用化妆棉，那尽量选择可以重复使用的化妆棉，然后你擦的时候轻轻的拂过去，让你的脸有湿湿的感觉就好，不要大力到有搓的感觉，因为这样就代表太大力。也不要觉得想省化妆水，你这样子会倒不够，化妆棉不够湿，化妆棉不够湿，你阻力就比较大，那你这样子更容易刮伤皮肤。但是如果你今天已经去角质了，那就不要再使用化妆棉，你直接把化妆水倒在手上轻拍，或者是画圆擦在脸上就好。如果你是会把化妆水拿来湿敷的人，湿敷大概5分钟就可以了，而且你化妆棉一定要沾得很湿。如果你开始感觉化妆棉已经有点贴不住脸，或是开始有点变干的时候，那你就要把它拿下来，因为你现在是要补水，而不是让你脸上的水一起挥发到干。你这样没补到水，反而让你的脸更脱水。如果现在化妆棉还够湿的话，我就会再把它叠在一起，再稍微轻轻的带过我的脸、脖子、前胸跟后背。我上一支影片有讲擦精华手法，那我也会拿来在湿敷的使用。我个人湿敷的时候，我除了用化妆水之外，我还会拿一点那种非常流水状的精华加在一起使用，像是 AHC 的神仙水或是灵芝水，然后加宝拉的 B3 一起使用。但是宝拉的 B3 真的比较贵一点，所以你可以找其他的烟碱胺来取代。如果你擦了化妆水，脸有比较不油，或是脸有比较不干，后续的保养品有感觉比较好吸收，那也不需要因为我今天讲了什么而去改变。如果今天你换了一个环境，或是季节改变的时候，在比较冷的时候，脸比较干，想利用化妆水来先湿润皮肤也没有不行。或是台湾天气比较热，湿度比较高，脸不会干得那么快，那我就不一定会使用化妆水。或者是我反而觉得脸油的时候，会拿清爽持记的化妆水来减少油腻感。那这个就不是在擦保养品的顺序，我可能是在一天当中觉得脸越来越油的时候，那我就会拿化妆水拍在脸上这样子。最后有一个小提醒，我上次讲精华的时候忘记说，那这个就是在你任何的保养品都是，如果现在有一个产品你上到脸上之后，你发现你的脸会变红，尤其是两颊很快就会红，或是你有那种刺痛感，那种拿针在脸上搓的感觉，或者是稍微起什么疹子啊，或是会痒，那那罐产品可能就不适合你，或者是其实你是有过敏的反应。那这边也是有例外，除非你现在用的是酸类、维生素 A、C 那种本来第一次用就有适应期的成分，你忍得住的话，就多给它几次机会，它会慢慢变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我一样在这边宣导善用环境友善的成分，加确实回收。你不喜欢或是不适合的产品，可以拿去送人，捐给弱势团体，或是拿去义卖。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想支持我的话，那请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然后我们下个礼拜见，ciao。